一直以来，我都在找一套让练习更有效率的方法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东西要练，如果来不及消化的话，很容易就会卡关。Hello， 我是郑源，今年是我教学的第12年，打鼓也打了20几年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3层次的练习法，这个方法不但能让你有感进步，找到真正需要练习的素材，还可以在过程中发展你自己的风格，并且开始在鼓上面自由发挥。3层次练习法是由协调、技巧和概念组成，这3个要素基本上就决定了你的鼓声，让你一开始听起来像这样，练熟了之后就变成这样。最后还可以加入自己的风格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把你的手机开启记事本的 APP。如果你像我一样老人，也可以把笔记本跟笔拿出来，记录你的练习是进步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哦。最后，我们拿起鼓棒，跟我一起练习吧。首先选一个你最喜欢的速度，只要是你觉得舒服就可以了。接着跟着我一起打下面这个节奏。它只有2个小节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把它背起来。也可以从你要练习的内容里面找出一小段节奏，建议最多不要超过4小节，因为我们必须把它背起来。维持速度的稳定呢，是鼓手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。所以，我们第一步的练习目标就是要维持在一个平稳的速度上面。不管你做什么动作，都要在拍点上，包括没有发出声音，比如说手和脚抬起来的这种准备动作。最后呢，一定要相信你内心的那台节拍器，也就是你的心跳。你可以测测看你的心跳，然后跟着它的速度走。如果你还在健康的范围，可能是60到80之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速度。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打开你的手机录影功能，然后把你的镜头朝下，按下录影。因为我们只需要声音，接着可以听听看有没有忽快忽慢啊，速度跑掉的地方跟你想的有没有一样，任何你注意到的细节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你再重复一次练习、录音、重听、记录这4个步骤。等到你觉得速度都很准之后，我们再来对节拍器检查一下你的判断是不是准确。如果你刚才录下来的东西非常恐怖，恭喜你，因为这就是真正练习的感觉。你不是没有天分，也没有浪费时间，恰恰相反。录音其实就像每天出门前照一下镜子一样。如果你嘴巴上面还残留一些牙膏啊，或者是早餐的菜渣之类的，你那样就出门，就有点尴尬了。如果你实在听不出来的话，也可以把你的鼓声视觉化，让你有没有对到拍子都一目了然。之前分享的这个影片就有教你怎么做哦。打在稳定的速度上面，可以让你的鼓声听起来很准，但准不代表好听。不然电脑早就取代所有的鼓手了。那要怎么样让你的鼓声听起来比较有趣呢？这曾经是我最大的盲点。很久以前，我打鼓完全没有在管音色和轻重，所以不管打什么，听起来都一样。自从我学会怎么样听和怎么样模仿听到的那些声音之后，感觉就很像一扇门被打开一样，我的世界从黑白变成彩色的。接下来我会把刚刚打的那个节奏做4种不同的变化。每一种都会重复4遍，每一次打完之后，我都会空1个小节让你重复1遍。这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学英文，老师念1遍，然后我们跟着念1遍一样。我会把画面关掉，让你能够专心听我在打什么。4遍结束之后，再把画面打开，让你看看有没有听对。这个方法也完全适用于一般的歌曲哦。找一首你喜欢的歌，一直重复播放，试着把听到的声音1比1模仿下来。
接着我们要去想想看，第一个，你喜欢我打的节奏吗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把它学下来；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你要怎么改写它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重点是你一定要开始去思考，你听到的这些声音，你喜不喜欢？这些复杂的音色变化，常常都跟鼓棒以及踏板的控制技巧有关。如果刚刚有哪个声音你是做不出来的，很有可能就是相关的技巧没有学过，没有练过哦。这时候就很适合找一个老师来帮忙。我在台北古亭的工作室提供1对1的教学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底下资讯栏的连结。欢迎你来跟我一起打鼓喽！最后一样要把打的东西录下来，重复练习、录音、重听、记录这4个步骤。记录的时候，也可以把觉得好听的节奏记下来，让它变成你的创作记录。这也是发展你自己打鼓风格必备的方法哦。我们前面已经练习了协调技巧和听力模仿。郑源老师，你不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即兴发挥吗？没错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练习自由发挥的第一步。其实很简单，把谱全部收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打。我已经听到你在骂我了，哪有那么简单？我脑袋一片空白，到底要打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我们前面练习了什么东西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步练习的这个节奏吗？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变化啊，多一下或者是少一下，都是一个方向。接下来我们学会了辨别音色和练那些不会的技巧。既然我们练好了那些技巧，就把它用出来吧，试着边打边想，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节奏？什么样节奏会让你觉得有趣，让听的人觉得厉害哦，意想不到。记得一定要勇敢的踏出第一步，才会有第2步、第3步。再厉害的人都是从零开始的，他们跟你的差别就是不怕犯错，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一点耐心。可以在网络上面找一些没有鼓的伴奏，这里的关键字是 drumless， 只要搜寻这个关键字，就会跑出很多没有鼓的伴奏。那跟着这些音乐即兴会比较简单一点。最后，我们快速复习一下今天讲的3层次练习法。第一层是速度和协调，训练稳定的节奏感，学会相信你内心的节拍器。第2层是表情和声音，试着开始用耳朵来练鼓，而不是用眼睛。第3层是想象和创造，把前面练到的东西拿来自由发挥啊，勇敢去打、去试、去犯错。记得练习、录音、重听、记录，这4个步骤是让你的练习真正有效的关键。如果你每天都做这3个层次的练习，一定会在很短时间内看到进步。尤其是第3步开始自由发挥的地方，一定是有很多是你想得到但是做不到的声音，让这些挫折变成你进步的动力。下次我会教你一个超简单的方法，帮你排好每天的练习菜单，记得要按下订阅才不会错过咯。如果你觉得很难抽出时间练习，我也有另外一支影片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